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震撼心灵、触动灵魂的经典之作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的茨威格，他以细腻入微的笔触，深刻洞察人性的视角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命运的凄美故事。茨威格被誉为人类心灵的猎手，他的作品总是能精准地捕捉到人类情感中最微妙、最复杂的部分。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，他以书信体的形式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执着到近乎痴狂的追求，以及她内心深处那如大海般深沉又如火焰般炽热的情感世界。这本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？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更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窥视到人性中最纯粹、最本真的情感。它让我们思考，在爱情面前，我们究竟能付出多少，又愿意承受多少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爱情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，甚至包括时间和死亡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著名演员黄轩在读完这本书后，深受触动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爱情最纯粹的样子。那个陌生女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，让我为之动容，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。黄轩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具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，它能让我们对爱情、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悟。那么，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对一个人念念不忘，却只能将这份爱意深埋心底？你是否曾为了爱情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世界，去感受那份深沉而炽热的爱，去探寻爱情的真谛。爱情的纯粹与执着，陌生女人的爱情观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，最令人动容的，无疑是女主人公对爱情那纯粹而又执着的追求。她从13岁那年起就爱上了住在隔壁的作家阿先生，从此这份爱便在她心中生根发芽，伴随了她一生。她默默地关注着阿先生，为他付出了一切，却从未向他表白，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依然选择以一封长信的方式，向他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爱恋。爱情与自我认知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女主人公的爱情观反映了她对自我认知的迷茫。她将阿先生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，将所有的情感和精力都倾注在他身上，而忽略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。这种对爱情的过度依赖，其实是一种自我迷失的表现。书中提到，我只有你，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，而我却始终爱着你，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女主人公在爱情中的卑微与无奈。她爱得如此深沉，却从未被对方所知晓。这种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，正是她自我认知缺失的体现。爱情与命运。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命运的无常。她与二先生的相遇，仿佛是命运的安排，然而命运却总是喜欢捉弄人。她一次次的与二先生擦肩而过，一次次的错过表白的机会，最终只能将这份爱深埋心底。茨威格通过女主人公的命运，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无奈与悲凉。他让我们看到，在命运面前，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，即使我们付出了再多的努力，也可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。学会珍惜眼前人。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，要珍惜眼前人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忽略身边那些真正关心我们、爱我们的人，而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上。我们可以从女主人公身上吸取教训，珍惜与爱人、家人、朋友相处的每一刻，用心去感受他们的爱与关怀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保持自我独立。虽然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令人感动，但我们也要看到，她在这份爱情中失去了自我。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价值，要保持自我独立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我们可以学习女主人公对爱情的真诚和勇敢，但也要学会在爱情中保持自我，不要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命运的无常与无奈，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洞察。除了爱情的主题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深刻地揭示了命运的无常。女主人公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波折，她经历了战争、贫困、疾病和失去亲人的痛苦，而她与二先生之间的爱情也始终被命运所捉弄。她不断地与命运抗争，却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，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结局。存在主义哲学。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，女主人公的命运反映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和偶然性。存在主义认为，世界是荒诞的，人生是痛苦的，人类的存在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书中女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诠释。她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争和动荡的时代，她的生命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。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只能在命运的洪流中随波逐流。悲剧美学。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看，
女主人公的命运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。悲剧美学强调通过人物的悲惨命运，引发人们的怜悯和恐惧，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效果。茨威格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残酷，同时也让我们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命运面前，人类的挣扎和抗争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力，但正是这种渺小和无力，才更凸显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和崇高。1. 培养乐观积极的心态。女主人公的命运虽然悲惨，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，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。在面对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挑战时，我们也应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。我们可以从女主人公身上汲取力量，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，用积极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不要被命运所打倒。2. 珍惜当下，把握现在。女主人公的故事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，把握现在，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，也不要总是为未来的事情而担忧。我们应该活在当下，珍惜眼前的一切，用心去体验生活的美好。我们可以从女主人公的命运中吸取教训，珍惜每一个今天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3. 心灵的孤独与救赎，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。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，茨威格还深入地探讨了人类心灵的孤独与救赎。女主人公的一生都生活在孤独之中，她渴望得到二先生的关注和爱，却始终无法得到。她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一封封信件中，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心灵的寄托和安慰。1. 孤独与自我意识。孤独是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主题，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孤独源于人类的自我意识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，就会产生一种与他人分离的感觉，从而产生孤独感。女主人公的孤独正是源于她强烈的自我意识。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奥尔先生之间的差距，也明白自己无法得到他的爱。这种清醒的认识加剧了她的孤独感。2. 救赎与自我超越。尽管女主人公一生都生活在孤独之中，但她并没有放弃对救赎的渴望。她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，试图在精神上与奥尔先生进行交流，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。茨威格通过女主人公的故事，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对救赎的思考。他认为，救赎不仅仅来自于外部的力量，更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内心。只有当我们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接受自己的孤独，才能最终实现自我超越，找到真正的救赎。1. 学会与孤独相处。女主人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孤独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我们无法逃避，只能学会与孤独相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会经历孤独的时刻，比如失恋、失业、失去亲人等。在这些时刻，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接受孤独的现实，并尝试从中找到一些积极的意义。我们可以从女主人公身上学习到一种与孤独相处的方式，那就是通过写作、阅读、音乐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，释放自己的压力，找到心灵的寄托。2. 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女主人公最终在死亡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人生的方式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和追求所困扰，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我们可以从女主人公的命运中吸取教训，尝试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欲望和追求，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和思考的书，它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纯粹、最本真的样子，也让我们对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无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，更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人性、对爱情、对人生的思考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，但却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让我们懂得，在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困境时，我们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勇敢地面对一切。那么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阅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，去感受那份深沉而炽热的爱，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让我们从书中汲取力量，用心去生活，用爱去拥抱这个世界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爱情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礼物，但也是最沉重的负担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爱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同时也能保持自我独立，不被爱情所束缚。谢谢大家。